嗨，大家好，我是 Judy， 你们好吗？今天这一集呢，就会带你们跟我一起去体验，就是我在台湾远距工作的时候的下班生活。同时呢，我也可以跟你们介绍一些台湾跟美国的生活差异。出门前呢，我想到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台湾跟美国的生活差异。在美国呢，我出门带的东西很少，我甚至都不带包包，我出门只会带这个。一个卡夹，因为在美国的话，大部分你都是可以刷卡的，就连在加拿大也是这样，大部分的情况你都是可以刷卡的，比较少会需要用到现金，除非你是像你去一些华人餐馆，那再加上北美有那种小费的文化，如果都是用现金的话，你真的会算到疯掉，因为都是到小数点后面起位就很麻烦。但是在台湾的时候呢，我发现很多地方都还是收现金的，所以我就会用这个小包包，然后里面就会装现金啊，还有就是零钱这些的。除此之外呢，在台湾的时候我还会戴口罩。现在在美国其实真的蛮少人戴口罩的，但我发现呢，在台湾还是蛮多人会戴口罩的，尤其是我搭捷运的时候，所以我想说入境随俗，那也戴一下口罩好了。那我们现在准备出门。今天出门吃的第一餐是永和豆浆，这间跟我以前熟悉的传统小店长得不太一样，不过菜单上还是有我喜欢的米浆以及简单的烧饼夹蛋。这次因为配合美国时间工作的关系，远距工作起床以后通常是下午1-2点左右了。我一开始很担心会吃不到好吃的早餐，结果这次回去发现很多台湾的早餐店都开到了下午，有些甚至开到凌晨，所以不管你是几点起床，都有机会吃到好吃的早餐，真的超级幸福。美国虽然也有卖烧饼油条或者是台式早餐，不过价格都不便宜。之前吃过一个简单的烧饼夹蛋，税前大概是每斤7块钱左右，相当于210块钱的台币。所以这次回来我特别把握机会，起床之后的第一个行程一定是去找美国吃不到的好吃美食。早餐之后准备搭捷运前往下一个行程。台湾的捷运真的好方便哦，是我出国之后最想念的东西之一，干净又整洁，省钱还不塞车，很多站内还有一些小店书店可以逛，真的超棒。美国只要出门，你基本上是一定要开车的，不然很多地方都到不了。地铁跟公车的安全度跟干净度也远比不上台湾，所以如果我有外国的朋友要来台湾玩，我都会大力推荐他们多多搭捷运，享受台湾的便利。在台湾远端工作的下班期间，我也很把握和家人的相处时光。好多家人其实快5年没有见面了，所以今天和他们一起喝咖啡聊天，这对我来说其实是最放松也是最宝贵的台湾下班生活了。上次和他们面对面聊天的时候，我甚至都还没有开始拍 YouTube。这次回去发现大家透过我的影片了解我的近况和不同类型的生活方式，很开心也很感动。这让我觉得拍 YouTube 又多了一层意义，可以跟在不同城市的家人一起分享生活，拉近距离，是很棒的一件事情。顺带一提，这次回来台湾发现台湾多了好多很棒的咖啡厅。身为重度咖啡爱好者，这次在台湾的下班时间，我也去了各式各样喝咖啡的好地方，我还把这些地方都存了下来。如果有美国的同事有兴趣来台湾远端工作，我一定会分享给他们。对咖啡和美食有兴趣的朋友，欢迎你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这次在台湾去的所有地方都可以在精选找到哦。晚餐时间，今天约了台湾的好友一起去居酒屋吃饭，这个行程是最多人在 Instagram 上面跟我分享的台湾下班活动之一。这次回来我也发现台湾的居酒屋数量真的好惊人，而且环境一家比一家好，东西看起来都超好吃。在美国其实也找得到居酒屋，不过台湾的居酒屋不管是菜色还是酒品都更加的多元化，也更贴近真正的日式口味。我非常能够理解为什么这是大家喜欢的下班活动之一。工作辛苦一整天之后，吃吃美食，喝点小酒放松，和朋友聊天，真的很开心也很舒压。我觉得如果我在台湾工作，我要非常的自律而且节制，不然会很难存到钱，因为外食方便，美食有太多。所以很好奇在台湾工作的朋友，大家都是怎么抵挡诱惑存下薪水的呢？下面给大家快速分享这3个礼拜我在台湾的下班时间都吃了些什么。很明显，我完全没办法抵挡台湾美食的诱惑。如果我在台湾待1个月以上，肯定是身材变胖，钱包变瘦。台湾就是连路边的小吃或夜市都超级好吃。不知道大家猜不猜得到这些餐厅是哪几间呢？
玩完之后，在路上经过一家发廊，我临时决定去洗头，因为我突然想到，这真的是美国做不到的超放松下班活动。如果辛苦一天还加班工作，又碰上闷热的下雨天，可以在下班之前去洗个头，不用自己吹头发，那真的太幸福了。美国很少有发廊开到晚上9点10点，大部分也需要预约才能去。美国的洗头服务也很少有包括按摩，除非去亚洲人开的发廊，他们洗头的服务通常都包括做造型，价格在55块到75块美金不等，还不包括小费。洗完头之后，我买了一杯手摇饮，瞬间感觉自己非常的 local。朋友说回家之前还可以去体验开24小时的足底和经络按摩店，听说到晚上都还是非常多人，感觉也太奢侈太享受了吧。嗨，大家！一回到家之后呢，我肚子就有点饿，我超级后悔我没有先买点东西，所以我想说我们等一下来点个外卖，然后趁等外卖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去卸妆洗澡，然后换一个舒服点的衣服。通常如果是在美国这个时间点，你打开外卖的 app， 你看到的几乎全部都是速食，什么炸鸡或者是披萨之类的。但是我刚刚看台湾好多地方甚至开到凌晨1、2点，真的超级棒的，我兴奋到不行。所以我们赶快来点餐，然后等一下就可以边吃边上班。今日宵夜是拉面，还有日式炸鸡。我现在准备上班了，今天就是meeting 最多的星期三，所以等一下就是 back to back meeting， 凌晨开到早上，疯狂的开会。那今天除了咖啡之外呢，我还准备了一个东西。我刚刚在吃饭的时候，突然就觉得就是脚超级痒的，然后过不久之后呢，我就突然看到一个黑影飞过去，发现被蚊子叮了。这件事情真的是美国回来台湾就最不习惯的一件事情，就算在开会我也不管，只要有蚊子我就会随时把这个电蚊拍拿起来，因为我不会吓到我的同事。今天的会议主要都是跟自己的 team members 开会，讨论目前正在进行的 projects， 确认进度是否有任何的问题，也询问是否有任何的 blockers 是我可以帮忙去除的，确保所有的项目都可以依照原本安排的时间顺利完成。我很庆幸自己有一个很棒的 team， 是一个关系融洽的团队，大家可以一起努力工作，也可以像朋友一样轻松聊天，这让我的工作内容变得没有那么的死板。有一个开心而且丰富正能量的工作环境，对我的职业发展也很有帮助，让我对不同的事物都保有学习的热情，面对不同的困难也有强大的信心去克服。